大家好，我是小慧，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，也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收看我的视频。很多人都有长期吸烟的习惯，在我国烟民数量约 3.5 亿，其中男性的烟民将近 3.1 亿，女性烟民约4000万。毫不夸张地说，我国的烟民数量一直是全球最高的。即使吸烟有害健康，试问为何又有这么多的烟民呢？我们不妨从吸烟者的角度来分析一下。45岁的何先生吸烟史有25年了，他非常清楚吸烟对身体的危害，试了很多次戒烟，但始终都没有戒掉。既然戒不掉，干脆就不戒了。65岁的老杨同样是一名烟民，吸烟史高达40年。最近一段时间，老杨总是咳个不停，家里人都劝他赶紧的把烟戒掉，没想到老杨却扔来一句：100个烟民中，最后能有几个得肺癌呀？你们不要吓唬我，我认识很多老头，每天吸烟又喝酒，都活到了90多岁。其实老杨的话说出了很多烟民的心声。即便你说吸烟与肺癌密切相关，但我的运气没有那么差吧？那么多人吸烟，不可能得肺癌的偏偏是我吧？话虽然这么说，但是你能赌得起吗？在我国，肺癌的发病率和死亡率一直是高居榜首。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国际肺癌研究机构统计，2020年中国新发癌症病例约457万，肺癌病例约82万，相当于每100个患癌的人中就有18个人是肺癌。同时，肺癌也是我国死亡率最高的癌症。2020年约有300万中国人因癌症死亡，因肺癌死亡人数约有71万。也就是说，这一年里每100个因癌症失去生命的人中，就有23个是因为肺癌。看到这样的数据时，你还敢再赌吗？100个烟民当中，最后罹患肺癌的说不定就是你。试问你敢赌吗？相信说到这，很多人都会摇摇头。这世界上能赌的东西有很多，但是最不能赌的就是健康。吸烟与肺癌的关系非常的密切，毫不夸张地说，吸烟就是导致肺癌的罪魁祸首。近日，美国研究人员在权威学术期刊《自然》的子刊《自然通信》上发表了一篇有关尼古丁暴露致癌性的研究。该研究发现，不仅是吸烟，长期吸二手烟也会导致尼古丁暴露，导致肺部更容易长肿瘤。不仅如此，尼古丁暴露还会促进乳腺癌细胞的肺转移，概率高出 35%。即使戒烟30天，癌细胞转移的概率也不会降低。即便如此，很多老烟民还抱着侥幸心理，那么多人吸烟，总不能每个都得癌症吧？反正不会是我。然而，烟民中的肺癌发病率，你真的了解吗？100个烟民中有多少个人会得肺癌？早在2004年，英国癌症杂志上就刊登了有关吸烟频率与肺癌发生率、肺癌死亡率之间关系的经典研究。这项研究结果表明，长期吸烟的人罹患肺癌的风险达 16%， 是不吸烟人群的50多倍。每天抽烟超过5支烟的人，到75岁时，死于肺癌的概率约为 25%。 如果将这个单位换算为100个人，那么每100个每天抽烟超过5支的人里，将有25人会在75岁时死于肺癌。注意，这还只是单纯死于肺癌的人，而吸烟不仅会导致肺癌，还会诱发各种严重的心血管疾病。2. 除了肺癌，吸烟还会诱发多种癌症。很多烟民抽了几十年的烟，但是没有患上肺部方面的疾病，就以为是万事大吉了。其实不仅仅是肺癌，还有很多癌症的发生也与吸烟有关。1. 膀胱癌。许多临床研究数据表明，1半以上的膀胱癌患者都有长期吸烟史，约2到3成的膀胱癌发病原因与吸烟习惯有关。烟草中含有多种能够导致癌症的化学物质，尤其是芳香胺、丙烯醛和四氨基联苯类物质。
是诱发膀胱癌的危险因素之一。2. 喉癌。人在吸烟的时候，烟雾必须会通过喉咙进入肺部，所以烟草燃烧产生的有害物质也会不断地刺激吸烟者的咽喉。不仅如此，吸烟时喉部会更干燥，长期如此就会引起咽喉黏膜出现增生，导致慢性咽喉炎等的疾病。而久久不愈的炎症不断地刺激咽喉，最终会导致癌症的发生。3. 食道癌。引发食道癌的危险因素，除了经常喝热茶、吃热食以外，就是吸烟和喝酒。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一项相关研究指出，每天都喜欢喝滚烫的热茶，且有过度抽烟和喝酒习惯的人群，罹患食管癌的风险要比普通人高出5倍以上。4. 结肠癌。去年发表在 AJG 的一项研究显示，与不吸烟者相比，长期吸烟的人群患结直肠癌的风险要高出 14%， 而且这个风险会随着吸烟的强度增加而增加。但戒烟超过25年的吸烟者，患结肠癌的风险得到了显著的降低，这说明戒烟对于预防癌症是有效的。3. 提醒抽烟的人留意这4种症状。说起肺癌的典型症状，很多人会认为是咳嗽，然而咳嗽又是非常常见的疾病表现。很多老烟民由于长期的吸烟，支气管黏膜肥大增生，也容易产生痰液，引起咳嗽。对于经常抽烟者，身体出现哪些症状时需要引起重视？ 1. 不明原因的咳嗽，而且体重下降。患者出现反复干咳，时轻时重，没有规律，且伴有体重下降，就要警惕是否肺癌的可能。 2. 胸痛。约半数以上的肺癌患者常以胸痛为首发症状，早期的胸痛多呈现间歇性的隐痛，随着体位的改变，深呼吸或者是咳嗽时，胸痛会加剧。 3. 持续有血丝痰。卡血是肺癌的第2个常见的症状，当肺组织侵犯支气管黏膜时，可引起血丝痰。早期患者卡血量一般很少，可以持续的数周，呈间歇性发作。 4. 持续低热。体内存在癌细胞，需要无限的繁殖，身上就会出现炎症反应，期间也会存在肿瘤组织发生坏死或者是感染，表现在患者身体就是反复持续的发热。这种发热即使是用退烧药也没有任何缓解。一个家庭里哪怕只有一个人吸烟，也会影响其他家人的健康。这是因为长期摄入二手烟也会导致肺癌的发病率增加。肺癌的发病率以吸烟的时间和吸烟的数量成正比，也就是说，一个人吸烟时间越久，吸烟量越多，罹患肺癌的风险越高。其实中国现在遇到的有关肺癌健康问题，几十年前美国也遇到过。曾经肺癌也是美国发病率和死亡率最高的癌症，主要原因是吸烟。意识到香烟对肺部造成的巨大伤害后，美国从60年代开始控烟，在40年时间里，吸烟人数持续下降，公共场合也全面禁烟。严格的禁烟措施让美国的肺癌发病率、死亡率显著下降。1990年到2014年，美国男性肺癌死亡率下降了 43%。 4. 告诉你最佳戒烟年龄，趁现在还不晚，抓紧时间戒烟。有的人也想戒，但又觉得自己年纪大了，戒不戒区别不大。实话告诉你，戒烟后区别可大了。戒烟3个月，肺部功能就能够得到改善；戒烟5年后，冠心病、中风风险恢复到正常水平。若是能够坚持10年不抽烟，肺癌风险将下降1半以上。假设你现在是60岁，戒烟5年，到了65岁，你的身体会比继续抽烟的人健康很多，尤其是心脏和大脑，发病率很低。可是如果你一直抽烟，只会越抽越多，到了65岁以后，肺部就很难恢复过来，预期寿命大打折扣。若是能在35岁前摆脱香烟是最好的，受伤的肺部可以逆转，恢复健康的水平。其实就像趁着年轻学习一样，
大脑年轻学东西快，还不容易忘，等老了再学就比较费劲了，好不容易记住了，2-3天又忘了。肺部也是如此，年轻时排毒能力、恢复能力都很强，很快就能恢复，越往后恢复越慢，还有可能会留下永久性的创伤，所以戒烟还是要趁早。说到最后，戒烟就是一句话的事，只要你想戒，用什么办法都能戒。难过是暂时的，把这段时间撑过去后，你就会发现原来空气如此的清新，别再犹豫了，戒烟吧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所分享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。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内容对您有所帮助的话，就请您给我点个赞吧，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，我们下期见。